他肩膀上出现了一只诡异的手，像是一个婴儿趴在了背上。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啊，左边露出的脚是自己的，旁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。然而诡异的照片不止这一张，丈夫说之前在车里给孩子拍照，车窗上也出现过一个奇怪的影子，有胳膊有腿的，看起来很像人。当时连续拍了2张照片，奇怪的是第2张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。刚开始以为是窗户脏了，但车是刚洗完的，完全没理由啊。节目组找到专家，通过分析照片信息，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，给照片调个色就可以看出来，影子有一圈明显的线条，专家认为是之前车窗上的贴纸留下的印记，虽然肉眼看不出来，但手机是可以拍出印记的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往车窗贴上蜘蛛侠贴纸，然后在烈日下暴晒6小时，完事后揭去贴纸，车窗还是干干净净的，即使用背景布遮住，肉眼也看不出任何印记。接下来用手机对着车窗拍照，果然拍到了贴纸留下的印记。至此影子的谜底揭开了，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释？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，大腿旁边凸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东西，像是裙子之类的衣角。他推测当时后面可能有一个1.2米左右的女孩，正好举了手，由于视线遮挡，拍出来的就只有一只手而已。节目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等女孩走到婴儿车后面时，拍出的照片果然只看到了一只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有相似经历的还有下面这家人，他家客厅窗户上出现了一张脸，看起来像是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太，死死地盯着一家人。窗户对面就是墙，不可能是对面反射过来的，而且他家在3楼，一般的老太太是上不来的。当时只有丈夫一人在客厅整理玩具，完事后对着玩具拍照，第2天欣赏照片时就发现了这张脸，看着非常诡异。随后对着窗户又拍了很多照片，但是那张脸没再出现过。丈夫一口咬定那不是人啊，不是人，那是什么？专家分析后确认了照片的真实性，考虑到房子的周围环境，专家认为是屋内某个东西反射在了窗户上。仔细观察后，在出现脸的位置找到了凳子的影子。妻子说之前确实会把衣服挂在凳子上，专家表示应该是衣服的褶皱正好反射在了窗户上，才形成了脸的轮廓。接下来还原现场，把相机架在当时拍照的位置，在椅子上挂好衣服，弄出人脸的轮廓，然后拍出的照片中确实有类似脸的东西出现了。专家把衣服弄出更多褶皱，反复调整，终于5个小时后拍出了和之前一模一样的人脸，都是一种巧合而已。然而更诡异的还在下面，每到深夜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村里老人说，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主人是谁了。村里另一位大妈也说，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还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。一时间关于这张脸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是越来越灵异。节目组架起了摄像机，全程记录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也慢慢浮现了，看起来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是来寻仇的，有人说是来索命的，反正大家都很恐惧。节目组的摄像师超勇的好不好？他决定在山坡上近距离观察，当他拨动一下树枝，这张怪脸的形状竟发生了改变。摄像师差点笑了出来，说山坡上的树被路灯反射后就会形成对称的阴影，看起来就像是眼睛，而树干看起来就好像鼻子，周围的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得知真相的村民表示，哎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还挺可爱的。还有人说现在看起来像企鹅，这就很尴尬了。说实话，我看这种灵异事件都是笑着看完的，希望你看完也能开心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姐说自己有3只眼，把眼睛蒙上后还能读报纸，一番测试下来，哎，完全正确。她还能蒙眼骑自行车，蒙眼做饭做家务，蒙眼抠糖饼也是小菜一碟，还上过节目，被50多家电台采访过。难道真的有特异功能？节目组决定换一种方式测试，先在角落里画好一些图形，然后让大姐照着再画一遍。她戴上自制的眼罩就开始了，结果真就正确的画了出来。哎，等会儿，眼罩是她自己准备的对吧？那会不会有什么猫腻？节目组决定现场制作一个眼罩，现在是完全密封的状态。那先来到计算题吧。这时大姐表现得很奇怪，她一直侧着头，她解释说要用一侧的鼻孔感受数字，她不停地转头。节目组产生了怀疑，随后想到一个绝对不会作弊的方法，直接把黑色胶带贴在眼睛上，这样就没有任何缝隙了。那么好，测试继续。节目组拿着扑克牌问她点数和花色，大姐开始发功了，一番手舞足蹈后，她竟然连拿的是什么都猜不到。大姐却说要休息一下，说自己刚才能量用完了，需要恢复一下。节目组同意了，她不停地大口出气，节目组却发现胶带下面被吹出了一个缝隙。接着大姐表示可以开始了。为了防止她透过缝隙偷看，工作人员把扑克举了起来。大姐仰着头说，你手上应该是个卡片吧。节目组要求她低下头继续猜花色，大姐却说，你怎么这么多事，我能量又快用完了。工作人员偷偷扔掉扑克，比出数字3。这次大姐信誓旦旦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，5
知道回答错误后，大姐行为举止变得很奇怪，说我的头好疼啊，今天能量用完了，明天再来吧。行吧，明天也不用来了，你这点小把戏没啥意思。其实她自制的眼罩也是有缝隙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异功能。不过她的肺活量是真不错哦，但是要论肺活量，下面这个大爷还没浮过水。66岁的大爷一口气就能把车胎吹爆，热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，一口气爆一个，每天都要吹爆100个，这都不算什么。现在他要挑战吹卡车轮胎，另一边是8个人轮流用气筒打气，大爷的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，5分钟计时结束，大爷吹的轮胎已经很鼓了，另一边用打气筒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。大爷不满足啊，他要继续挑战，让节目组在轮胎上放了一个架子，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，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。大爷一阵猛吹，上升的感觉吗？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，大爷吹了10分钟，硬是没吹爆。等人都下来后，轮胎嘚一下就变大了很多。这天，大爷想要挑战极限，吹挖掘机轮胎，这玩意儿可比卡车轮胎难吹啊！司机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只见大爷半蹲马步，一口接一口往里吹气，轮胎很快就有了起色。毕竟是挖掘机轮胎，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，吹了好几口也不见起色。周围人不停地给大爷加油打气，大爷摘下帽子擦了擦汗，体内的小宇宙正在爆发，接着额头青筋暴起，一阵猛吹，最终轮胎被大爷吹了起来。那他是怎样练成这项绝技的？原来30年前，大爷最喜欢的就是钓鱼，但是没船就没办法去湖中钓，他决定用轮胎代替船，但是没有打气筒，于是尝试用嘴吹气。这一吹不要紧，他吹出了新高度，没一会儿就把轮胎吹得硬邦邦，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爱好。大爷说不会停止挑战，要再吹他个5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。大爷的嘴属实厉害，下面大叔的手上也有绝活，大叔一巴掌就能抓到10只苍蝇，一天徒手能抓1万只，抓过的苍蝇足足装了4大袋。菜市场的苍蝇见了他都吓尿了，只要他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百发百中，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摊位老板纷纷拍手叫好，旁边大叔看了也想试试，不过动作属实有点滑稽。工作时，一只苍蝇落在了桌子上，他慢慢靠近，苍蝇察觉不对立马就跑，但是太晚了，大叔一巴掌送走了他。仔细观察后发现天花板还有一只，迅速丢出乒乓球，一击致命。那他为啥痴迷于抓苍蝇？原来大叔是一家保洁公司老板，13年前和客户吃饭谈合作，大叔想让客户尝尝本地特色菜，结果菜里有一只苍蝇，客户愣住了，你们特色菜是苍蝇炒鸡蛋啊？就你这样还做保洁呢？客户当场愤然离去，大叔分分钟损失几百万，对苍蝇那是恨之入骨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训练自己的反应力，练习抓蝇龙抓手，对着树练习7伤拳，手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就这样练出了100%空手抓苍蝇的绝技。1年时间内抓到的苍蝇装满了4大袋，还把苍蝇做成了标本，仔细研究。现在公司还推出了一项免费抓苍蝇的服务。哦，有苍蝇啊！只要一个电话，大叔就会带着员工上门免费抓苍蝇，即使灭蝇器也没有大叔徒手抓的多。不得不说，大叔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！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一辈子都没出过汗，39度的气温下跳绳1小时，头上一滴汗都没有。节目组在屋顶铺了一层锡纸，温度瞬间达到了45度，大妈躺在上面就开始享受日光浴了。就这样足足烤了2个小时，大妈都被烤成了3分熟，但还是一滴汗没有。她还说一点都不热，甚至感觉有点冷。节目组又带大妈来汗蒸，汗蒸房现在65度，没一会儿，同行的大妈已经大汗淋漓，她却一点反应没有，还说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。周围人都看呆了，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1小时后做个对比，大妈的额头还是一滴汗没有。大妈说小时候家里穷啊，一天饿3顿的，根本没关注过出汗这件事。结婚后呢，丈夫又死得早，她成了家里顶梁柱，更没时间关心自己了。现在孩子们都大了，不用自己操心了，她想要体验一下出汗的感觉。节目组带她来医院检查，医生想要确认下大妈是否真的不出汗，在她手上涂了一种遇到水就会变成紫色的液体，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，接着放在烤灯下面烤了1个小时后，结果手指纹路上都变成了紫色，说明大妈还是会出汗的，只是量比较少。医生说出汗少其实对身体健康没太大影响，这些大妈也放心了，原来自己和正常人一样也还是会出汗的。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的情况和大妈完全相反，她10分钟就会出1斤汗，双手就好像刚洗完一样，腋下每时每刻都湿漉漉的，甚至会有汗珠从腋下流出来。节目组做了个测验，不到1分钟，汗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那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都湿透了一大片啊，这就很夸张了。他不得不带着一块毛巾随时擦手，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。想吃零食挨不行，
太滑了，根本撕不开。想要玩一会儿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，必须要往身上蹭2下抹去汗水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根本识别不出来，用键盘打字也同样夸张，纸巾铺在键盘上就印出水印了，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。写工作报告，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在书本上。他脚上的情况同样严重，他每天都要更换25双袜子。别的小姐姐包里都是口红、化妆品啥的，他包里却装满了袜子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其他身体部位却一点汗也不出，甚至非常干燥。小姐姐也很痛苦，小时候还被朋友嘲笑过。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因为多汗症，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去医院检查过后，也没有找到多汗的确切原因。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。她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情况更奇葩，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，左脸汗如雨下，右脸却非常干燥，从中间对分开，即使是嘴巴和鼻子也是1分为2，路人都看懵了。小朋友的表情最真实，更神奇的是，当他吃辣的时候，就换成了右脸出汗，左脸又变得干干净净，把纸巾铺在脸上，右边瞬间就湿透了，左边却一点事没有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，两边脸分工明确，始终就只有一边脸出汗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1年前开始的，他之前受了很严重的伤，下半身都瘫痪了，手术后虽然身体恢复了健康，但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，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，随后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了，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，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，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等脊椎恢复正常后，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。听到这些，大叔就放心了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等它自动恢复。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，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，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吗？对吧？嘿嘿，我真是个机智的少年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